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肖战撒娇，妈妈要抱孙子肖战，那我今晚再努力。杨紫和肖战再次被传绯闻，他们被选出与同一个司机共用一辆车，这已经不是两人第一次被传绯闻了。此前两人被拍到在横店共进晚餐，或许是为了避嫌，杨紫和助理先到，肖战晚来。聚会结束后，两人离开，让大家起了疑心。此前有一段肖战与杨紫亲密互动的视频在网上流传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两人谈笑风生，勾肩搭背，面对面，硬碰硬，轮番杀戮，举止自然，可见关系非同一般。杨紫和肖战真的有情况。余生工作室里，杨紫悄悄撒娇跟肖战说，妈妈想抱孙子，肖战却说出了让杨紫脸红的一句话。肖战直言，那我辛苦了。一旁的杨紫都害羞的不敢看他。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有孩子，那该多好啊。之前杨紫被吐槽很胖，穿衣土气，现在的她瘦得像闪电，天鹅颈，美臂。杨紫也分享给大家一个秘诀，每天早上泡一杯，是在某宝里找到的，难怪杨紫有 A4 腰。其实未婚男和未婚女无论从年龄还是事业上都是非常般配的，如果他们能走在一起，那一定会是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杨紫肖战呢？安琪的恋爱脑。杨紫和肖战第二次约会的消息，就像隔壁传出赵丽颖和王一博第二次约会的消息一样，粉丝俱乐部辟谣。对于杨紫和肖战来说，也算是娱乐圈里互相热血的典范了。一开始，肖战在全网处于被敲诈的状态，当时肖战的团队一直在粘着杨紫，所以杨紫和肖战就配合了。早期确实有肖战蹭杨紫人气和口碑的行为，但随着肖战的口碑回升，他已经不需要杨紫的帮助了。紧接着，杨紫就遇到了事业瓶颈期，流量和人气大不如前。当杨紫和肖战在娱乐圈的地位发生变化时，抢和被抢的人也随之切换。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杨紫发肖战，杨紫特别想维护好自己和肖战 CP 的关系，不让 CP 粉吃亏。肖战并没有否认杨紫对自己有依恋的事实，毕竟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爱上了杨紫。既然这段 CP 关系对他无害，他也懒得计较，只是默默辟谣，但不妨碍杨紫的团队和利益相关方运作。正如你之前所说，安琪和她男朋友之间，前者是比较叛逆的。安琪自从跟了这个男朋友，见过对方的长辈，还被对方给操纵死了。如果不是这段恋情曝光，说不定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消息就是安琪结婚了。不信，安琪真的能做出这种冲动的事情，包括承认关系，也是安琪自己决定的结果，没有和公司商量。现在关于她恋情的舆论已经一发不可收拾，团队和粉丝都很恼火。安琪认识这个男朋友是圈内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她的圈内好友跟石凤君关系很好。当年安琪陪朋友去石凤君，偶遇在石凤君楼上开饭馆的人。男朋友02家有儿女疑被恶意打分，杨紫口碑大跌，引发网友热议。近日，一起疑似被恶意评价的家庭子女事件引发广泛关注。据报道，最近几次收视都是1星，杨紫家有儿女的口碑一落千丈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据报道，近期家有儿女收视出现异常，不少黑粉打1星，攻击主演之一的杨紫，这让原本火爆的家有儿女遇到了不小的挑战。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普通的电视剧，它承载了一代人的童年回忆，是家喻户晓的经典。事实上，家有儿女一向口碑不错，无论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剧情的设定，都得到了广泛认可，因此此次恶意评分引发的争议可谓异常突兀。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演员，杨紫的很多作品都被恶意打了1星，尤其是家有儿女被恶意打分之后，一些隐藏在饭圈暗处的臭脸竟然被曝光了。向上，因为这次评级的变化非常快，而且是赤裸裸的，这与节目刚播出时的评分还是有差距的。这是对普通人价值观的公然挑衅，是对工作的不尊重。刚刚看了杨紫主演的《家有儿女》被恶意评分，上了豆瓣，某网友连续给10部影视作品打分，全都是1星。如果你真的很闲，无事可做，不管你怎么玩，好作品还是好作品。
杨紫在影视和综艺方面发展得很好，待人接物很好，无一不被夸奖。一个优秀的演员不会因为你的一分而倒下，他已经被观众评价过了。现在《家有儿女》涉嫌被恶意评分，《家有儿女》是伴随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成长的家庭情景喜剧，一部伴随着无数家庭一起成长的经典好剧，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03，杨紫可以给造型师加鸡腿了。网友：这样穿就不会被人嘲笑了。看完杨紫的最新资料，才发现原来她的美貌一直都被埋没了。明明是清秀妩媚的美女，却要穿丑衣服影响气质。当她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款式后，整个人的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，随便一拍都会有时尚大片的感觉。尤其是把发型做成大波浪之后，女人味十足，清爽。难怪网友纷纷留言，杨紫给造型师加鸡腿了。要是她早点穿成这样，谁说杨紫就是国内娱乐圈的普普通通的小姑娘呢？童星真的没几个，自出道以来就广受欢迎。其实，杨紫在国内娱乐圈真的不是一个所谓的普通女孩，她的五官和脸型都非常端正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她有一种妩媚的小女孩气质，很有辨识度。本期时尚穿搭指南就为大家呈现一下杨紫的造型思路。学会这些超实用的美容技巧，你也可以轻松变美。高级的配色可以让简单的造型展现出极致的时尚表现力，而且往往在配色技巧上，简约会比繁复更有魅力和高级感。杨紫的很多跑团造型在用色上都比较素雅，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搭配纯色设计，这样不仅风格统一，而且对肤色和场合的包容度也很高。我们在日常搭配的时候，往往会忽略服装材质的重要性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从衣服的保暖性或者亲肤感入手，选择上身比较舒服的版型。但其实，服装材质的不同质感，对于强化造型的格调感，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比如杨紫的造型，采用棉麻等天然材质，给人一种朴素的校园感觉，而外面穿的针织背心则更显慵懒，两者的结合更显生动丰富的层次感。大多数小个子女生在搭配款式的时候都会很头疼，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让款式显得臃肿，别说身高了，会给人一种土气的感觉。其实选择一些小件单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最好能搭配出提高腰线的设计。比如杨紫这条裙子的上半身，给人的感觉就很轻盈灵动，这是因为裙子的腰线上移了，在视觉上形成了一个黄金比例，让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高挑修长。今年很流行裹身衣，很多款式都把人从头到脚裹得紧紧的，别有一番异域风情。但这种包裹感其实并不适合娇小的女生，她的上半身会给人一种封闭内敛的感觉，而适当露肤的裸色系不仅更加百搭，还能凸显身材优势。比如可以搭配低领的抹胸设计，突出颈部的线条，或者用裁剪上衣炫耀你的腰身。春夏季的造型往往比较简单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一件 T 恤和短裤就足够了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单穿的设计并没有给气质加分多少，对搭配技巧的要求也很高。如果你想看起来更有魅力，最好选择分层设计。在单穿的基础上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轻盈宽松的外衣或者包包配饰，能够更好的提升造型的层次感，上身很高级。杨紫的脸曾经有明显的婴儿肥，所以她的脸会给人更多的少年感。不过虽然越来越成熟，但下巴线条突出，脸型也会趋于尖锐，因此她需要一些体积感比较大的发型来修饰自己的五官。港风小波浪长发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大波浪的卷发更结实成熟，而小波浪的卷发会更接近羊毛卷，减龄显得可爱。杨紫的五官很和谐，面部线条比较流畅，但是她的五官不够精致，而且有很强烈的呆滞感，所以不适合画一些浓妆，反而会显得年纪大一些。反而这种日系甜美风的妆容更能凸显出她甜美迷人的气质。比如这套妆容就非常清新简单，妆容以橙色为主，给人一种元气满满的春天感，很有少女感。杨紫的美颜模板真的可以给普通人很多启发，不用担心颜值问题，关键是提高自己的美商。懂得穿衣打扮的女性，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气质，打造出百变的风格。如果你也喜欢杨紫俏皮可爱的风格，不妨在她的穿搭中寻找灵感。变美真的没有门槛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。
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